父王和母妃明明是高贵的白狐，可我出生时却是个杂毛狐狸。母妃吓得脸色发白，瞒着父王用万年秘术将我的毛发染成紫色。从此我在父王的宠爱中长大，更是在成年那日给我找了族内最优秀的男子轩辕彻为夫君。可谁曾想，婚后我竟生下了最下等的杂毛狐狸，而身为下等灰狐的姐姐却生下了罕见的紫狐。夫君怒到极致，将我和孩子一同放进油锅，做成了一盘香煎狐肉。在睁眼时，我竟回到了我和姐姐选夫婿的那天。夫君毅然决然地选了姐姐，我这才知道他也重生了。只是我心中冷笑，靠灵力维持毛发的杂毛夫君，又怎么可能生下高等狐狸？狐族等级森严，共分7等，从高到低依次是玄、白、紫、绿、灰、青，最末等便是人人嫌弃的杂毛狐狸。玄狐因千年未曾诞生，早已成了传说；白狐也数百年难遇。我父王作为狐族首领，正是如今唯一的白狐，他一心盼着我能和最高等的南狐结合，生出下一个狐族骄傲。今日的择婿大会便是为此而来。年轻一代最尊贵的南狐，便是我前世的夫君轩辕彻。我睁眼之时，正撞见他满眼嘲讽地盯着我。方才父王还替我选定了夫婿。顾宁公主身份高贵，配你最好不过。你们俩的亲事，我自作主张定下了。轩辕彻却冲着父王微微弯腰：狐王，我不愿娶顾宁公主，我要求娶的是您的二女儿顾嫣。此话一出，殿堂之内瞬间鸦雀无声，其他狐狸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顾嫣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满脸喜悦，得意地看着我。我心中不禁冷笑，我可是狐族正妃所出，血统纯正，向来万众瞩目。可顾嫣不过是父王意外宠幸民间青狐生下的女儿，即便有父王血统加持，却也只是个灰狐。世家大族的男子都看不上她，普通族人她又嫌弃。我的其他姐姐已经成亲生子，唯有她还待字闺中。轩辕彻竟敢公然拒绝父王，父王耐着怒火劝道：你是狐族翘楚，怎可只顾儿女情长？生下紫狐才是你们的使命。再说了，我的女儿顾宁血统在女子中最为高贵，你为何看不上她？狐王，并非我不想选择顾宁，只是她刻意隐瞒哄骗他人，她根本不是高贵的紫狐，而是一只杂毛狐狸。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我咬了咬牙，早就知道他会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父王的怒气扑面而来，众人吓得纷纷跪地。轩辕彻，你知不知道诬陷公主该当何罪？轩辕彻依旧是毫不畏惧的态度，轻蔑地看了我一眼。只要顾宁公主现出真身，谣言便会不攻自破。我的侍女急得声音发颤：公主，您快现出真身让她看看啊！您怎么可能是杂毛狐狸呢？我看着轩辕彻自信高傲的模样，拳头紧紧攥起。上一世生出孩子后，他见心心念念的紫狐变成了杂毛，便用尽法术将我内丹损毁，硬逼我现出了真身。这时父王用不争气的眼神瞪着我：还等什么？快现出真身，不然你让我的脸面置于何地？父王是百年难遇的白狐，无论和谁结合，生下的也不该是低等的杂毛狐狸。父王和母妃向来恩爱，母妃当年生我时难产，此后父王便将我视若珍宝。母妃临终前说我是紫狐，也从未有人质疑过我。我低着头沉默不语，缓缓吐出几个字：我确实不是紫狐。父王压下怒气，说得十分狠辣：好，轩辕彻，本王便给你和顾嫣赐婚，没其他事，便散了吧。轩辕彻用看好戏的表情瞥了我一眼，然后缓缓离开。最后殿堂里只剩下我和父王，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顾宁公主罪不容诛，打入天牢。我本来想解释，我虽不是紫狐，却也绝不是普通的杂毛狐狸。我的毛发是白色中掺杂着红色，整个身体仿佛如火焰围绕一般。但是从始至终，他没有给我一句解释的机会。他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为他生孩子死去的母妃。我必须为自己做些什么才行。我跪在地上恳求道：儿臣有错在先，请求前往极寒之地，作为贡品祭奠狐神大人。狐族日渐没落，千百年来高等狐狸越来越少。为了延续血脉，每隔100年便会选出妙龄少女献给狐神，以求恩赐保佑。我现在处境困难，这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母妃曾给我留下遗言，她说我身份特殊，必要时可前往极寒之地寻找狐神，我的机缘就在那里。父王听到我的祈求后，恶狠狠地看着我。最后还是顾嫣听到我要自取灭亡，在父王耳边替我求情，父王才终于答应。我知道他并非真心帮我，更多是想看我的笑话而已。我随侍女回去收拾东西，顾嫣却迫不及待地来我面前显摆。她穿着从未穿过的奢华衣物，
脸上擦满胭脂水粉。如今的她可谓是风光无限。顾嫣看着我，语气轻蔑：“真没想到，一直高高在上的顾宁公主，竟是连最普通的族人都厌弃的杂毛狐狸。就算去献祭，狐神大人又怎么会宠幸你？不像我，如今是被轩辕彻看上了，那可是整个狐族女子的梦中情人。”我的侍女忍不住站出来说话：“顾嫣公主，前几日您还求着我家公主帮您寻一门好亲事，怎么翻脸如此之快？”顾嫣脸色一变，上来就狠狠扇了我侍女一巴掌。我刚想回击，却突然被一股力量击中，一下子摔倒在地上。抬头一看，轩辕彻正站在门口看着我。顾嫣肩负家族重任，注定要与我共同培育白狐。至于你这种血统驳杂的卑微之人，早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为何还不从我眼前消失？我大声嘲笑起来。那边祝你们早日生下一个白狐。不过我心里清楚，他们根本生不出来，一个灰狐，一个杂毛，顶多生出下一个杂毛。更何况轩辕彻为维持毛色，内力早已亏损，恐怕很难生出孩子来。上一世我的痛苦，顾嫣，你可要慢慢品尝。我在所有人的嘲讽中离开王宫，我的法术被父王封禁，只能任由他们欺辱。好在半月后，我成功抵达极寒之地的神庙。第一个夜晚，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狐神降临。半夜时分，一个满脸污秽、左腿残疾的男子一摇一摆地走了进来。众人先是吓得鸡飞狗跳，随后便将他赶了出去。只有我留意到，他虽左腿残疾，却依旧身手矫健，一定不是寻常人，所以我趁乱跑了出去。等等，你要去哪里？只见他回头冲我微微一笑，我便失去了意识。再醒来时已是次日，我只觉得浑身酸痛，手腕处多了一个奇怪的标记。神庙里的众人已经消失不见，我只能凭着记忆返回王宫。我刚到王宫门口，所有人都惊慌失措，只因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活着从神庙回来，如今我却能安然返回。在他们看来，不是大吉便是大凶。王族的人都骂我是逃犯，不顾狐族安危，我如何解释都没用。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要在神庙前用烈火焚烧我，以示对狐神的尊敬。我哭着求父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是偷偷跑出来的。”可父王却冷着脸：“你看看你，如今做了多少丢我颜面的事情。”一旁的轩辕彻搀扶着挺着孕肚的顾嫣，两人在一旁看我的好戏。烈焰突然在我身上烧了起来，我吓得差点就要晕过去。可是许久过去，我竟发现这烈焰丝毫伤不到我，手腕处那个标记隐隐闪着亮光。顾嫣见我安然无恙，立马跳出来羞辱我：“顾宁，你又做了什么手脚？你怎么这么有心机？”大祭司装神弄鬼的走了出来：“许是顾宁太过卑贱，狐神嫌恶他才不愿伤他。狐神大人慈悲为怀，便放过他吧。”大祭司找来医师替我诊治，可医师刚把完脉，就爆出一个惊天秘密：顾宁她居然有了身孕！父王阴沉的脸变得更加狠厉：“顾宁还不跪下！你在冒犯狐神，今日我便为民除害！”轩辕彻终于等到机会，用出浑身解数都无法伤到我分毫。顾嫣也迫不及待地上前，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你怎么如此不知羞耻？堂堂公主，未嫁先孕，还和别人行了苟且之事！”我注意到顾嫣扇我时没有丝毫的法力，看来轩辕彻依旧选择了上辈子的老路。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这极寒之地精怪颇多，公主怕是连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我被众人唾弃，各种污言秽语扑面而来，甚至有人当着父王的面撩拨我，最后只能将我送回王宫圈禁起来。可没几日，竟有人来求娶我这个被万人唾骂的公主。顾嫣急不可耐地跑到我宫里，嘴快咧到了耳根：“没想到啊，妹妹，你名声臭成这样，还有人愿意捡这烂摊子。不过我听说是个腿脚不便且其貌不扬的家伙。”他身边的侍女也跟着附和：“行动迟缓又毫无风姿，配公主真是再好不过了。”我面上毫无怒色，笑着回了一句：“多谢姐姐提醒，我倒是觉得哪怕是腿脚不便，也比轩辕彻好得多。”果然，那个穿得破破烂烂，甚至走路都一瘸一拐的男人，正是那天我在神庙外见到的男子。父王为了羞辱我，果断答应了这门亲事。他直接住进了我的宫殿，我心中疑惑太多，最后还是开口问他：“你莫不是狐神？”他吓得赶紧捂上我的嘴：“我只是神庙里一只普通的杂毛狐狸，怎可与狐神挂钩？你太折煞我了。”那我这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是我的。他表现得毫无异常，可我却丝毫不信。我和顾嫣怀孕期间，宫里发生了很多异象，本来贫瘠的土地上居然长出了茂密的植物，许多小动物都有了灵性，甚至幻化成人。大祭司连忙占卜：“
说近日会有急事发生。轩辕彻大喜过望，想必是顾烟腹中的孩子，定是未来的狐族荣耀。顾烟满脸得意，趁机向父王撒娇：父王，我如今可是金贵得很，想讨个恩赐，让姐姐到我身边伺候。我果断拒绝和他们夫妇在一起，可父王却拿我腹中胎儿的性命威胁。若是你不去，那你生下来的杂种我就扔去喂狗，还有你那个瘸腿夫君，我找人将他乱棍打死。为了孩子和夫君，我被迫无奈去了顾烟宫中。某一天，我迷迷糊糊睡着，感觉身体乏力，仿佛怎么都醒不过来。突然手腕上的标记闪烁了几下，我撑着身子爬起来，正好看见轩辕彻倒在地上口吐鲜血。原来他们打的是这个主意，想吸取我的灵力，吸我灵力不成。轩辕彻恼羞成怒：你这卑劣之人，腹中怀的也绝非善类。他气急败坏地离开。在那一刻，我看见他隐约闪现过的真身，果然如我所料，他其实是只灰狐。那天我随着顾烟回轩辕家，午后看见轩辕彻满脸煞白，鬼鬼祟祟地往一个方向跑去。确认没人后，他放下心来，扭动术后一个机关便跳了下去。等到他出来后，我悄悄学着他的样子扭动机关，下去后看见了让人极为震撼的一幕。那天和我一同前去极寒之地的女子几乎都在这里，她们满脸疲惫，许多竟然已经白发苍苍。几个等级较高的狐狸肚子已经微微鼓起，我大为震惊，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天羞辱我最严重的女子扑上来求我：顾宁公主，求您救救我们吧，我们真的撑不下去了。直到从地下宫殿出来，我还恍恍惚惚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上一世和轩辕彻做了那么久的夫妻，竟不知他居然做了这么惨绝人寰的事。可我清楚，现在时机未到，只能先忍下来。几个月后，我和顾烟临近产子之时，天生异象，万里高空中翻涌着红光，大祭司连忙在宫外叩拜。这是大吉之兆啊，定是有白狐降世了。父王激动万分：白狐，好啊好啊，本王等了几百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就在此时，我和顾烟的肚子同时剧烈疼痛起来。顾烟忍着剧痛向我炫耀：一定是我的孩子，还没出生便给我挣足了脸面，也不知道你肚子里是什么畸形的怪物，居然敢和我的儿子一起出生。王宫所有仪式都被父王叫去了顾烟那里，我这里只有夫君一人陪在身边。我满脸焦虑：若我生出的只是个普通的杂毛狐狸，可怎么办啊？他笑着不停安慰我：没事，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会好好保护他。我疼晕了过去。许久后，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喧哗声。降临了！顾烟公主迎来了一只象征祥瑞的白狐，这真是我族的无上荣光啊！我忙起身查看，发现我旁边的孩子被杂乱无章的颜色裹挟着，失望瞬间萦绕在我的心头。狐族产子后受狐神保佑，新生儿会被灵力裹挟，看不见真身，需几个月后才能知晓孩子等级。但是族人早已摸清规律，白狐灵力纯白，青狐笼罩着青色，而我孩子身边这不变的杂乱颜色都在证明着我确确实实生下了一只杂毛狐狸。我和夫君用灵力将孩子托起，准备送去王宫里的祠堂，希望狐神保佑孩子平安。顾烟和轩辕彻后面跟随了一大群人，兴师动众地把他们的孩子也送了过来。顾烟刚刚生产完，看着十分虚弱，却还是对我冷嘲热讽：抱着你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滚远一点。他声音虽大，底气却明显不足。等我定睛一看，才发现他面容衰老极快，如今皱纹已爬满眼角和嘴角，眼睛暗淡无光，头发里还夹杂着丝丝白发。我并没有认错，因为上一世生产完的我也是这般遭遇。从来没有人规定过杂毛狐狸不能进祠堂。顾烟满脸嘲笑：是没有规定，那是因为王宫从来没有出生过杂毛狐狸。你最好快点抱着你那个东西滚，狐神大人不会恩赐他的。他话音刚落，便有很多族人围上来赶我们走。快滚！丢人现眼的东西！我生产完身体虚弱，夫君又身体残疾，我们被众人推搡着往外走。突然轩辕彻喊了一声：让他们把那个无足轻重的家伙就放在这儿。我还在疑惑他今日怎么这么好心，他便轻蔑地瞪着我：你和顾烟同日生产，孩子也自然会同一天显形，到时候白狐将是天降吉兆，你的杂毛狐狸放在我孩子身边，不知道会多可笑，多丢脸。
他笑得得意猖狂，我却丝毫不在意，因为我清楚我的孩儿绝不普通。等待孩子显形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日日去祠堂和宝宝说话，我和夫君给孩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文轩，愿他温文尔雅，气宇轩昂。这段时间，听说顾烟宫里已经丢失许多侍女和仆从，闹得人心惶惶。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轩辕彻所为。1个月后，到了孩子从灵力包裹中出来的日子，我和夫君换好衣服，打算去迎接我们的宝宝。外面人声鼎沸，热闹无比，有人惊呼起来。快看，又是那天的景象，万里红云翻滚，像火焰一样。这是在预示我们狐族会越发兴旺吗？我和夫君一同在人群中等待，心中有些紧张。他们2人按理说连子狐都生不出来，怎么会有白狐降世呢？突然，顾烟孩子身边的灵力慢慢消散，灵力散去后，一只毛色乱七八糟的狐狸从里面走了出来。更可怕的是，它出生还没有多久，看着却像年迈的老狐狸。他眼泪汪汪地看着顾烟哭喊：母亲，我疼，我好疼啊！他的声音像是年迈的老人。一瞬间，顾烟和轩辕彻僵在原地，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顾烟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小狐狸，猛地瘫倒在地。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是一个白狐，这个丑东西是什么？他看着我，眼中闪过狠厉。肯定是你们动了手脚，换了我的孩子！这种地的货色，怎么会是我的孩子？下一秒，他就扑了上来。父王脸色阴沉：狐狸天生有灵性，怎么会认错父母？换孩子简直是无稽之谈。我笑着看几分钟前还风光无限的2个人，轩辕彻满脸凶狠地瞪着我。你以为你和那个瘸腿夫君能生下什么好东西？你以为你和那个瘸腿夫君能生下什么好东西？就在这时，我孩儿周边的灵力突然变得更加浓厚，天空中万里的红光慢慢被他纳入体内，赤红色的灵力越来越浓厚。父王突然惊讶出声：我不是赤狐！我心里猛地一颤，转头发现旁边的夫君对这一切似乎毫无震惊之色，直到那个红球变得足足有几层楼高，突然爆破开来，灵力四散。我努力睁开眼睛，看着灵力中包裹着的小狐狸，它浑身赤红，毛发光鲜，如一团烈火腾空，缓缓朝着众人靠近。父王走到众人身前，俯身叩拜：赤狐在世，这是我狐族兴旺的征兆啊！其他族人们纷纷跟着跪拜。赤狐现世，我独昌隆。小狐狸突然扑到我身上，尾巴一晃一晃的在我身上蹭了几下后，甜甜的叫了声母亲。他身上的压迫感慢慢消失，如普通孩子般在我身上扭动。顾烟眼睛放光，一下子扑了上来。我才是你母亲，这才是我的孩子。可他还没碰上，便被我的孩子弹出10米远，摔得大口吐血。我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法力。轩辕彻还是不死心：怎么可能？你们一个杂毛狐狸，一个瘸腿狐狸，生下的怎么可能是赤狐？是不是你给他染了色，故弄玄虚？狐仙听到轩辕彻的话，来了兴趣，走到我们身边。顾宁公主，可否现出真身让我看看？我点了点头。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我使出法力，现出真身，一身雪白的毛发在众人面前展现。然而我的眉眼处却有着丝丝火焰，泛着红光。狐仙愣了1秒后，颇为惊讶地开口：这是火焰狐啊！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火焰狐乃是狐族最神奇的存在，浑身雪白，却有着赤狐的特色，此乃万年难遇。他说完，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父王更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轩辕彻的脸都扭曲了起来。怎么可能？若你如此高贵，上辈子怎么会给我生下一只杂毛狐狸？我笑着揭开了真相。狐族新秀中最高贵的你，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紫狐，你是一只杂毛狐狸。你依靠吸取别人内丹，维持自己光鲜的外表。上辈子的我和这辈子的顾烟都被你害惨了。你靠别人内丹存活，血脉早已污浊。一旦女子怀上你的孩子，便会被源源不断的吸取灵力和生命。上辈子我怀孕后，灵力消失极快，年纪轻轻便已经十分苍老。如今的顾烟更甚，本来只是一只青狐，提供不了那么多能量，自然被摧残得更厉害。
而且因为灵力不够，生下来的孩子也残缺不堪。轩辕彻像是想起什么，指着我夫君嘶吼：“那他是什么？你是火焰狐，他肯定就是只杂毛狐狸！你这辈子选了个比我垃圾太多的男人！你这辈子选了个比我垃圾太多的男人！”狐仙走到我夫君面前：“麻烦你也现一下真身。”夫君看着我笑了笑，站在原地，一股灵力缠绕，真身慢慢显现。那一刻，我瞳孔巨震。夫君的原身好大，比父王还要大出几倍，和我孩子一样。他浑身赤色，毛发透亮纯正，最主要的是，在他的身后晃着9条大尾巴，9尾赤狐。每个人脑子里只有2个字：狐神。反应过来的人已经惊慌失措地喊了出来，其他人也相继跪在地上。由于夫君身上的压迫感太强，他们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没多久，夫君变回人形，与之前的样子截然不同。他丰神俊朗，满是刚毅之色。夫君冲着我莞尔一笑：“一直瞒着夫人，还望你不要怪罪。你怀的孩子所需灵力过多，我每个夜晚都要不停给你输送。若在当时透露身份，被别人嫉妒加害于你，我怕保不住你。”夫君只是冲着轩辕彻看了一眼，轩辕彻就突然痛苦地尖叫起来，真身瞬间展现在众人面前。果不其然，是一只杂毛狐狸，而顾烟那只残缺的小狐狸，此刻正趴在顾烟身上吸食她的生命，甚至开始啃食她的血肉，嘴里还嘟囔着：“母亲，我好饿啊，你身上好甜。”顾烟无力反抗，最终被小狐狸折磨致死。那只杂毛小狐狸缺乏灵力，还想找其他人做替补，被夫君直接关押起来。就凭你这点本事，也敢在祠堂闹事？轩辕彻依旧很不安分。他猛地跑过来，却被一股力量反弹，身受重伤。他躺在地上，我只听见他悔恨的声音：“再来一次，我一定能做好选择的。”我无奈地摇了摇头。轩辕彻罪孽深重，害死许多族人，罪不容诛。我不能让他这么简单的死去。我带着众人前往轩辕彻的地下宫殿。距我上次来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哪怕我看过地下的场景，再次看到时还是会瞳孔骤缩。无数妙龄少女变得白发苍苍，那些生育过的女孩都如顾烟一样被折磨致死，一时间哭声遍野。那些女孩子的父母都抱着孩子痛哭，一切真相都显现出来。轩辕彻一家使用禁术，他们撺掇父王送女子去献祭，却背地里将他们转移到地下宫殿。丑陋低贱的女子便用来给轩辕彻增加灵力，漂亮的便用来孕育子嗣。轩辕彻让这些女孩子生下了不知多少个怪物。夫君大手一挥，那些还活着的女子生机都慢慢恢复。夫君看着轩辕彻满脸厌恶，手指轻轻一弹，轩辕彻便痛不欲生地哭喊起来。他的灵魂被生生捏碎，那些受害者发了疯似的一拥而上，用尽办法折磨他。最后他血肉模糊地死在了那里。父王看着这一切，突然老泪纵横，悔恨地对我说：“是父王不好，听信别人的谣言，错怪了你。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在一起。”狐族首领能者胜任，如今赤狐和火焰狐出事，父王怕是该退位了吧？他哑口无言，但我还是看见他眼中的不甘。那父王还能待在你们身边吧？我知道顾宁你自小就孝顺。我莞尔一笑，别人诬陷我时，你未曾给我一次辩解的机会，后来还3番5次要杀死我，我们的父女情早就断了。父君为狐神，不能干预凡间政务，而我们的孩子尚在襁褓之中，所以最终由我登上帝位。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妃本是天界的一个小狐仙，因为爱上凡间的父王，才自愿放弃一切，做了一只普通狐狸。她似乎料到我的身份会给我带来灾难，才留下救命的遗言。听说母妃已经重新投胎转世，天机不可泄露，不能告知于我。但是我知道她如今幸福安康，便已经知足。为了减少族人对毛发的歧视，我建立了学校，让佼佼者教其他人练习法术，并取消以毛色划分等级的族规。轩辕彻以前曾用的法术乃是禁术，他为一己私欲害了太多人，他一家罪孽深重，全部施以极刑，神魂俱灭。父王被我赶了出去，在逃往苦寒之地的路上，被一群杂毛狐狸殴打致死。狐族在我的管理下愈发兴旺，后来由我儿文轩继位，
他的能力比我更强，他的爱妻还为他生下好几个子嗣，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我和夫君在某一个早晨偷偷离开狐族，狐神不可久留于世，而我在位期间功德无量，早已经被赐予成神的资格，便和他一同去了天界。此后千百年间，狐族繁荣昌盛，人才辈出，我和夫君的事迹也成为了一段永恒的佳话。